他每次在虐杀女人之前，都会先用大腿压住对方脖子，然后撩开上衣，用杀了上百名女性的手按在肚子上，仔细数着女人身上的肋骨，只要找到第13根，用凿子对准之后，再用小铁锤轻轻敲击20下，女人立马就会眼球爆裂而死。这种诡异又神秘的杀人手法，连最专业的法医都无法找出死因。而这就是近几年来韩国最黑暗的限制级悬疑电影，尺度大到上映前被删减了17分钟。不过这并不影响它那环环相扣的精彩剧情，而最后揭开真相的惊天反转，也完美体现了什么才是人性骨子里的恶。故事开始于一起少女失踪案。敏珍这天早起去上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联系了女儿所有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都是没见过。心急的她赶紧给丈夫打去电话，可丈夫却让她先不要对外声张，因为作为这次市长竞选的2号种子，她本来的支持率就比1号种子低很多。如果女儿失踪的事被对手发现，再被媒体恶意放大的话，那么她就更不可能会成功竞选。所以她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希望妻子先等一等，万一女儿明天就回来了呢？然而到了第2天中午，还是没有敏珍的消息。着急的女人只能选择报警。可因为敏珍以前经常在夜店厮混，甚至还有过离家出走的情况，所以警方并不是很上心，只是简单调取了一下敏珍的通话记录，发现她和一个叫美玉的女生经常联系。于是女人赶紧来到学校，而此时美玉正在破解一个碎屏手机的密码。见有人来找自己，赶紧将手机揣进兜里。而面对询问，她说昨晚放学后，敏珍上了一辆白色轿车，她只看清了司机是个男人，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车牌号。可当警察调取了那条路的监控后，却根本没发现所说的白色轿车，只看到有辆黑车发生了车祸，并且死了一个男人。很明显美玉是在撒谎。于是女人再次找到美玉，却偶然发现她手腕上戴了块名表，和脚上的脏鞋明显不搭。然而不管怎么逼问，美玉始终不说实话。没办法，女人虽然对她有所怀疑，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无奈的她只能通过女儿的社交软件，想着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敏珍的邮箱里竟然有5万多条信息。她看了整整1夜，最终发现有个可疑的发件人，总是在考试前给女儿透露答案，怪不得她的成绩越来越好。女人调查了发件人的手机号，打过去之后，对方竟然是敏珍的班主任。而面对质问，班主任给她看了一段小视频，画面里敏珍和美玉正在唱歌，但下面的观众却一直朝他俩扔脏东西。原来敏珍在学校里早就被大家孤立了，而作为穷人家的美玉也是如此。或许是因为相同的遭遇，两人渐渐熟悉在了一起。不过这并没让霸凌者们停手，反而更加的肆无忌惮。而作为他们的班主任，看2个孩子可怜，于是就想着给他们透露答案，因为有了好成绩，最起码可以得到老师们的尊重。听到这里的女人瞬间崩溃，跪在地上哭着求老师帮帮她。可班主任知道的只有这些。与此同时，敏珍的父亲为了提高竞选支持率，带着一帮人正在下水道清理垃圾。可没想到这一操作反而激起了民愤，妻子寻找女儿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作为爸爸的他却只想着政治作秀。我想搁谁都会出面谴责几句。看着自己越来越低的支持率，男人在民众面前一改说辞，开始大肆宣扬自己失去女儿的事儿。这一段悲痛有力的发言，配合上闪着泪光的眼睛，成功博得了民众的同情和鼓励，支持率甚至就要超过竞争对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但这一骚操作却引起了女人的怀疑，因为敏珍失踪的那天晚上，丈夫一整夜都没回家，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她清楚丈夫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那么女儿会不会是她的政治棋子呢？然而还没等她搞清楚这件事情，敏珍的尸体就在郊外被人发现了，她全身被塑料袋包裹，眼球外凸，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那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法医见了都忍不住惊叹，很难想象生前遭受了什么虐待，才会死得如此痛苦。葬礼上，男人在镜头前哭得死去活来，反观女人却神情冷漠，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这并不是伤心过度，而是因为她对丈夫的怀疑。她认为丈夫一定对她隐瞒了什么，甚至是丈夫找人杀了自己女儿，以此获得民众的同情。此时的女人想要离婚，但男人却表示自己就算再恶毒，也不可能会伤害孩子。不过职场里的黑暗与肮脏，男人也说不准女儿到底是不是受他牵连，被竞争对手给谋杀了。所以这一切还要靠妻子一个人去调查。他目前能做的只有在暗中提供帮助。很快，案件就有了新的进展。一个老太太在敏珍出事的那晚，看到个浑身是血的短发女孩，神情慌张地跑进了胡同。而当女人听到短发的时候，立马就想起了学校里的美玉。后来经过警方调查，发现美玉的鞋子上果然有血迹，并且 DNA 显示正是敏珍的血液。但美玉对此却表示，她之前和敏珍一起过马路的时候，敏珍差点被一辆车撞到，好在她及时将人推开，跌倒的敏珍磕破了膝盖，血液就是那时候弄到鞋上的。女人听到这里，歇斯底里地冲进审讯室，大声质问美玉：“我女儿受伤我会不知道吗？你这明明是在撒谎。”然而警察却告诉她，敏珍膝盖处的确有一处老伤，并且位置和美玉说的基本一致。这下女人再也无话可说。随后警方传唤了那个老太太，可当时因为是下雨天，所以老太太也不确定那个浑身是血的女孩到底是不是眼前的美玉。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动用测谎仪。然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美玉回答的都十分自然，一点撒谎的样子都没有。
案件一时间又陷入了僵局。而回到家的美玉则继续破解那部碎屏手机，在经过了不知多少遍后，终于成功了。很快，这部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看完后的美玉在深夜走出家门，然后骑着车子来到郊外，从旁边的草丛里开出一辆汽车。这辆车的前脸有明显撞击过的痕迹，并且座椅上还满是鲜血。美玉开着车在路上转悠了半天，最终又把车开回了原位。谁也不知道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而与此同时，女人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凶手。她怀疑过女儿的班主任，怀疑过丈夫的竞争对手，可最后的调查结果都不尽人意。于是她又想起女儿出事那晚有个男人死于车祸的事儿。虽然警方调查显示这起车祸跟敏真的死毫无关联，但女人总觉得警方遗漏了什么。于是她拿着车祸调查记录，独自来到案发现场，本想着寻找些有用的线索。不料就在这时，有个人突然从身后偷袭了她，接着她就被拖进草丛，被压在地上，被撩开上衣，被凿子对准肋骨，被铁锤一次次击打。就在女人要即将眼球爆裂而死之时，一个男人突然从旁边冲过来，及时制止了悲剧发生。女人醒来时已经出现在了医院，她这才知道丈夫一直派人在暗地里保护她，而这次的行凶者竟然是丈夫竞争对手的粉丝。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对手派来的，但这件事还是导致对手没了翻身机会，也可以说是男人已经稳坐市长的交椅。而更让男人高兴的是，他和妻子之间的隔阂也因这件事得到了缓解。为此他还特意送给妻子一个电击棒防身，因为他知道妻子还没走出女儿惨死的悲痛，他还要继续调查下去。在静养的这些天里，女人一直反复观看敏真生前的唱歌视频，却无意间发现在众多霸凌者中，有个戴眼镜的女生和其他人不一样。她不仅没有朝女儿扔赃物，好像还十分支持女儿。于是她立马找到眼镜妹了解情况。眼镜妹告诉她说，美玉不可能杀害敏真，因为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另外，眼镜妹还给女人看了一段视频，这是她帮美玉和敏真在秘密基地拍的。女人问了地址后就赶了过来，然而刚进屋就傻眼了，因为墙上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表明敏真和美玉的关系根本不是朋友那么简单。这时的女人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走进过女儿的内心世界，崩溃的她开始在屋里疯狂打杂。而就在她搬起架子鼓准备将其摔烂的时候，里面突然掉出来个塑料袋，打开一看，竟然是1亿现金。两个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多钱？疑惑的他开始在附近搜查，很快就在屋外的草丛里发现一辆汽车。感觉抓到把柄的他立马把美玉喊来，先是将1亿现金撒到他头上，然后又逼问他敏真究竟是怎么死的。没想到美玉闻言却松了口气，接着把碎屏手机交给了女人。看到里面的短信后，女人彻底不淡定了。而接下来在美玉的叙述中，整个事件的终极反转拉开了帷幕。原来敏真之所以在学校被孤立，全都是因为她的高官父亲。男人每次去参加家长会，都会在大家面前变相的吹嘘一番自己。久而久之，学生和家长们把对她的厌恶转移到了敏真身上，时常对她进行各种各样的霸凌。有次还故意把刀片放进她的橱柜，不知情的敏真刚打开，手就被划了数十道伤口。但她并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说，因为她父母都是人上人，而她在父母眼里也是最耀眼的那颗星。但只有敏真自己知道，她有多么的平庸至极，甚至还有些许的愚笨。别说是超越父母，就连他们的影子都追不上。所以倍感压力的她，在日复一日的孤独中想到了自杀。好在美玉及时发现阻止了她，并且为了让她重拾信心，还剪了个和敏真一样的短发。而美玉之所以这么对她，是因为她自己也不好过。作为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生活条件本就不是那么富裕，后来父亲又给她娶了个后妈，俩人还不停地给她生弟弟妹妹，生完之后又不管不顾，什么脏活累活全来到了美玉身上，导致她对自己家人十分厌恶。可她又逃离不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当看到同样活在挣扎中的敏真时，才产生了想要相互靠拢的想法。而他俩成为好朋友没多长时间，美玉就发现了班主任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于是偷偷买了个香薰监视器，在教师节这天送给了老师。后来如愿拍到了很劲爆的画面，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视频里的男主角竟然是敏真的父亲。虽然学生和家长们很讨厌男人，但班主任却对他十分仰慕，不为别的，只为他那高官的身份。而当敏真得知这些后，很是伤心，想到自己过2年就要出国留学，剩下母亲一个人该怎么过呢？还有贫穷的美玉也是他担心的对象，于是他决定用视频勒索班主任。起初只是要一些考试答案，用出色的成绩哄母亲开心。再后来，敏真直接让班主任交1亿韩元封口费，用来提高美玉以后的生活质量。而班主任不敢对外声张，只好乖乖交了钱。但此时的敏真并不知道，班主任已经怀了他爸的孩子，并且想以此上位。于是他悄悄把被勒索的事告诉了男人，不过只说对方是自己的学生，并没有提敏真一个字。而那时的男人正在竞选的白热化阶段，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于是他雇佣了杀手去杀掉那个学生，殊不知杀手开车撞死的是他亲生女儿。而就在杀手下车拍照片邀功的时候，目睹了全过程的美玉偷偷溜上车，对着杀手就冲了过去。美玉学着杀手撞死敏真的方法，在身体上反复的碾压，直到对方彻底没了呼吸才肯停下。接着他拿起杀手的手机，带着敏真的尸体迅速离开，随后又驶来一辆黑色汽车，从杀手的尸体上开了过去，导致警方认为杀手是后面的车撞死的。而老太太看到的女生就是美玉，之所以全身都是鲜血，是因为她刚刚埋葬了敏真的尸体。至此，敏真的死因真相大白。女人拿走了那部碎屏手机，然后淡定地回到家中，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预祝丈夫接下来能竞选成功。而也就是在竞选的这天，女人用碎屏手机联系了雇主，想要当面交给他死者照片。而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女人提前来到车祸现场，
偷偷藏在旁边的草丛里，等雇主开车赶到。她看清对方真的是丈夫后，脱掉自己的鞋子，然后悄无声息地走过去，用随身携带的电击棒将其电晕。等男人清醒过来时，他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马路上。直到这时，男人才明白过来，情人说的那个学生竟然是自己女儿。可事已至此，他能做的就只剩下痛苦的哀嚎。而更让他崩溃的是，女人又拿出他和情人亲热的视频，画面中他不停地嘲讽妻子无趣，说100个妻子都比不过一个情人。这样的话像针一样扎着女人的心，他用棍子狠狠发泄着怒火，可心里却无比的痛恨自己，因为他当初选择和男人结婚，就是看中了他的心狠手辣。这样的人在官场能风生水起，能让他过上非凡的生活。然而这样的人也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时候可以护你周全，不好时也可以要你的命。可惜女人明白的太晚了。她用塑料袋套住丈夫的头，并用保鲜膜缠住他的脖子。随着男人呼吸越来越弱，即将要窒息而死的时候，女人又突然撕开了塑料袋，不是因为心软舍不得了，而是她想到了一个比死还可怕的办法。女人当着丈夫的面把她出轨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随后便开着车扬长而去。而这个把生命都奉献给权力的男人，此时已经彻底绝望，相信以后的日子里他都会活在痛苦中，直至死亡。故事的最后，女人来到敏珍尸体的发现处，在地上摆了女儿生前最喜欢吃的零食、最中意的玩偶，还有最爱的音乐光盘。可女儿终究是回不来了。不得不说，这部电影里的每个人都是悲伤的化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女儿的男人，丈夫为了权力杀死自己女儿而痛苦的妻子，得知父亲出轨的敏珍，亲眼看到最好朋友死亡的美玉，还有被威胁，最后被抛弃的班主任。他们每个人都有心里的那块痛，都有自己的秘密。而当所有秘密被揭开之时，这场悲剧也就迎来了早已注定的结局。